Hello，大家好，我是龚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今天呢是周末，我也很多天没有讲过行情了，没有发过行情的视频了。那想一想，也就趁周末有时间就分享一下我对最近行情的一个看法吧。首先是呢，其实现在已经很确认，就非常确认的就是大家都一致认为现在是一个熊市了，不再像之前我记得。我记得我在11月、12月的时候，我看空的时候，那被人骂得很惨的，包括去年在五月份的时候看空也是被骂得很惨。就其实，在之前，在整个2021年的时候，只要看空都会被人骂得很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的6月份，已经到了中间了，整个这一年的中间了，过去很长的时间了。到这一天，大家回头看才会发现，哦，原来其实整个市场已经熊了半年了，或者说已经走一个下降趋势走了半年了。我们看一下，这半年是从6.9万一直跌到了前几天的，就是五月中的那一波，的2.5万，对，所以整个跌幅呢也是接近。应该有60吗？有60，对，62%，已经算很大的跌幅了，算很大跌幅。当然在历史上来说，这个又不算是最夸张的，因为历史上最大跌幅接近没有，接近归零，接近比特币应该是90%多吧。反正上一轮从2万到3000多，那其实已经跌了80%多，快90这样子啊，80多吧，80多，就目前来看，这个跌幅已经很剧烈了。那现在你再去跟人说这是熊市，就已经没有人会去反驳了，大家都认为现在就已经是熊市了。而且我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聊，一些他持有比较多以太坊，因为上一轮很多人会去囤以太坊。那些持有比较多以太坊的朋友呢，他们现在都是躺平，完全不去做任何的操作，就是一直拿着。特别是他持有比较多以太坊的人，他反而是不去做任何的操作。就有位朋友他心态很好，他很喜欢抽雪茄，然后他经常会跟我分享他买了哪些雪茄什么的。我就跟他聊到这个嘛，因为他有很多的以太坊。应该有大几千个吧，我觉得已经很多了，那我问他，我说你拿这么多以太坊，就你当时没有想过在比如说3-4千的时候去抛掉吗？他说没有啊，就一直拿着，就觉得他未来还可以去到更高的位置。我说那现在呢？他说那躺平咯，到不了归零的话，那就算了，就当这一趟是白搞了。这种心态我也是很佩服的。就他也不是大家可能有人会说，他肯定很有钱，所以他就不在乎这几千个以太坊。不是的，他也就是一个家境一般但是当时他在上一轮就以太坊低价的时候，他有闲钱的那种人有一些闲钱的人。然后他当时就有在以太坊比较低的位置，他有，特别是在那个暴跌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害怕的那一天，他有冲进去买现货，然后一直拿到今天没有动过。他唯一动的时候就是他会在买雪茄的时候去拿一些以太坊出来去对调，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他也没有说把这些钱把这些以太全部变成 U， 然后去挥霍或者去就是享受都没有，他就是一直放着，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其实也是说白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贪心，但是他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贪欲，他不会去因为这个而去变得非常的焦虑焦躁等等。包括我前几天我有发一个推就是有发一个推的，我就说了一句，应该是昨天吧。还有另一位，就是这一轮达到9位数身价，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已经是达到9位数身价的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有很多比特币的，那个就更早一些，他更早就持有了比较多的比特币。
就是经历了它的整个资产腰斩，好像都不止腰斩，它应该也是去掉了60%-70%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拿着，然后到今天就已经也是个9位数的一个大佬了，就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可能本来是想说讲行情，结果一下子讲故事讲的有点多了，就分享这2个事情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熊市的时候，反正我觉得骂也应该都骂差不多了吧，骂 KOL， 包括很多人也会骂我之前有一些项目确实是踩雷了，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我也跟大家一样亏很多。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也是一个很重度的受害者，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最理智的方式应该是你去选一下哪些东西要留下来的特别一直有跟大家讲说的就是你的仓位的一个控制，你应该把主要的这些重头放在比如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很大的东西上面它虽然涨幅不会那么夸张但是它会很稳健，它即使真的跌了很多，它未来我也是依然看好它能够涨回去的。然后有一些你会去博一些认为它有可能成为那种很闪亮的明星的那些东西，你的仓位一定控制好，一定不要说全副身家去赌一个，这样子是很难的，这真的是很难的。感性东西说完之后呢，说一下这个理性的吧，就是盘面的东西。这个呢是之前的一个下降通道，目前这个我们如果看4小时的话，价格呢基本上是围绕这个0.382在上下的一个震荡。那因为这个震荡呢实在是太久了，包括前面这一段时间震荡也是一直一个横着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这2天画了一个斐波那契的回撤也就是自然交易理论基础部分的一个回撤。画完之后呢，我觉得还可以，就它的有效性看起来还不错。当时就是以这个下面的这个为零轴但是稍稍有一些的偏移，你们可能看到这里不是那么的完完全全的在线上。然后呢选的是最近的一个高点，然后当时我回头去就是看之前的有效性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像这种位置还不错，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图可以用可以作为一个上下震荡的一个参考，也就是点位的一个参考，不是方向的参考。那目前来看，整个价格就是围绕在0.628这里震荡我觉得这个震荡很大概率呢还会持续下去，还会一直持续的震荡下去。但不得不说，如果我们看4小时的量能的话呢，就是其实你去看最近一段时间空头的量能其实是一段衰减的很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多头的量能呢，相对来说它还比较的均衡。当然到这2天也不行，就是这2天一个是全球华人的一个共同的节日端午节，然后周末，那大家也应该有认知了，就是在现在周末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波动，大概率没有什么波动。换句话说，机构不操作，基本上就没有散户会去操作了，很多散户已经躺平了。所以我个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特别是在刚才那个线怎么没掉了，特别是在刚才这个线我们画完了之后呢，我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吧，就这2根线我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个反弹的情况出现就是接下来会有一段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这个反弹能弹到多大呢？我目前不敢去说的太夸张但是我会觉得回去0.786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一个，就是其实这一段的行情的那个价格和去年519的时候非常的像。去年519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519，等等我先换成日线，就你去看519的时候，那个价格跟这段价格的区间基本上是也不能说完全高度重叠，就是当时是也到了29000，然后它在29000和这个4万
又到29000，再到36000这样的一段震荡，然后之后呢才慢慢走出去。这段时间很长，应该有1个月，不止1个月了，5月20到7月20，有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那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一轮呢也很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就这一次下跌，因为空头的整个这个量能的释放其实还是蛮充分的。这一波下跌下来蛮充分的，虽然总体交易量不如519的时候那么的放大，但是因为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已经减了很多了，减了非常非常多。你们如果去看这个就日线的话，这个交易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之前在这里，现在在这里啊，是这样的一段差距啊，根本就没有办法。之前是这样上来的。随后呢是这样子下来的，锐减，整个交易量锐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震荡，然后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稍微偏大一点的反弹。看0.786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位置，就是到308这样子。那到甚至到1.628，也就是36000这样子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出现的有可能出现的。这就是我对行情的一个感觉。大家也知道，这里多说一句，大家也知道，我其实在整个这一段行情里面，从2021年到2022年，基本上也不是基本上嘛，就是大部分时候啊，我会做空多过做多。然后我做多的时候呢，常常会是发，比如说我在喝酒的照片，所以就流传了一个梗，大家觉得我只要发喝酒照片就会涨。不过说有一说一，昨天还是前天发了一波喝 whisky 吧，这个是6月3日发 whisky， 我记得当时好像真的是在一个很低的，不是很低啊，就是29250、300这样子，然后发完之后还真的就涨到了差不多到3万涨了也不多了，这也就2%这样子小小的一个上涨。就这个是一个玩笑话，只是一个梗，但我会觉得目前来说过度的看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可以尝试的去抓一抓这些上涨的机会。而且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它的那种感觉会比做空要来得更加的我不知道该说踏实了呢还是什么样。就是做空往往都是这样子一下来很快就会很爽，但是做多呢就是这种慢慢的爬，就像龟兔赛跑一样，一个像兔子一样很快，然后另一个像乌龟一样慢慢的爬，慢慢的积累，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看个人的性格，比如说我其实会比较偏激进，我自己做的时候我会偏激进，所以我会很喜欢去抓一些做空的这种机会，因为它一旦出现就会很快有反应，很快有效果那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根据自己性格来去选择你更加倾向于做的一种方向。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擅长去做任何加杠杆的事情，就什么做多做空不擅长，那就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就我在一开始说的，好好评估一下哪一些现货是值得你留下的，哪一些是你觉得该放弃的或者是换掉的这个都可以在现在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去考虑一下了。 OK， 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的社区，然后祝大家，其实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还祝大家端午快乐端午安康，同时呢周末愉快，拜拜。